大家好，我係 Rayma。今次我哋就集齊咗4部唔同品牌啦，都係佢哋各自嘅中階或者中高階機嘅旗艦殺手。咁我都盡咗力啊，揾翻4部定位啦，或者係價錢都比較接近嘅呢個價位嘅手機。咁但係佢哋嘅定位本身又唔可以話完全一樣嘅。好啦，呢3部機都係4000幾蚊嘅定位啦，喺 Vivo V50係4298。12+512嘅 Honor 400 Pro 喺香港就一個版本係12+512嘅版本係4598 Poco F7 Ultra 就有12+256同16+512咁如果同級512 G 嘅計算咁佢去到4549嘅，反而 Samsung 嘅 A56 佢嘅價位會再經濟一啲嘅，去到3698 12+256 4部機真係比較起上嚟啦，佢哋嘅電池續航力啦、螢幕顯示、相機實拍效果、效能發揮，我哋一齊睇睇佢哋各自去到乜嘢水準嘅。咁首先係外觀設計上面，咁今次呢4部機都係應用咗雙玻璃面加金屬邊框嘅設計，而佢哋嘅螢幕尺寸亦都其實比較近嘅。喺 Samsung 嘅 A56 就有用到6.7寸全平面嘅正面螢幕，而佢嘅機背亦都係全平面嘅玻璃面板，咁金屬中框亦都係用到一個比較垂直嘅切割，咁成部機佢係會比較方正嘅。Poco 嘅 F7 Ultra 佢係應用一塊6.67寸都係差唔多大細嘅螢幕，咁而佢都係全平面嘅設計，機背就用翻 Jewel Tone，一邊係光面反光嘅效果，另一邊係磨砂嘅玻璃表面，而佢嘅機背就有翻比較明顯嘅 3D 弧度，上手嘅感覺係會比較圓潤。但係圓潤咧 ，Vivo V50 同埋 Honor 400 Pro 就係正面螢幕用咗4曲面嘅 3D 螢幕，而佢哋嘅機背亦都係用咗 3D 4曲面嘅機背嘅玻璃面板。咁如果你係鍾情平面螢幕嘅話 ，Samsung 同埋 Poco 就已經係你嘅選擇啦。咁但係如果唔係一個最重點嘅考慮，咁歡迎繼續睇呢條片啦。反而喺其他嘅機身插埠同埋硬件上面，指紋掃描器4部機都有嘅，都係屏下指紋掃描器。而喺 Honor 400 Pro、Vivo V50 同埋 Samsung A56 都係用咗光學嘅 sensor， 而喺 Poco F7 Ultra 就直接上咗超聲波指紋掃描器，咁佢稍微會比較安全。而但係講到安全，喺 Honor 400 Pro 上面，佢嘅雙前置鏡頭係啦，佢嘅開孔相對比較大，但係佢嘅雙鏡頭就造就到喺人像模式嘅時間可以做到更加精準嘅運算，同埋主要係我自己咧係比較日用，都係開咗呢個 Face Unlock， 佢係一個 3D 嘅 Face Unlock， 咁佢都真係一個比較安全嘅面部解鎖，而佢嘅速度係快嘅，咁而家對翻個樣係即刻解鎖嘅，咁佢係方便嘅，但係就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前置相機開孔。好啦，雙卡雙待 5G 嘅支援4部機都一樣有嘅，而佢哋今次係一樣冇 microSD 插卡嘅擴充，雙喇叭配置都係4部機一樣有嘅。機身重量方面，反而呢度喺 Samsung A56 同埋 Vivo V50 係 under 200g， 咁佢哋大概都係198、199g 呢個水準，而 Honor 400 Pro 去到205g 啦，而 Poco F7 Ultra 係212g， 咁上手嘅感覺其實佢哋嘅尺寸同埋重量啦都係接近嘅。反而最後防水上面都值得一提 ，IP68 防塵防水喺 Vivo V50、Honor 同埋小米嘅 Poco 上面都有嘅，而喺 Samsung 佢係應用翻 IP67 嘅等級。咁其實都係可以浸落水入面短暫去應用啦，咁去同翻旗艦機有翻個分別。好啦，而我哋仔細比較佢哋相機系統之前，仲有螢幕效果啦，咁都重要嘅。喺大太陽下面，咁我哋影相睇得夠唔夠光呢？喺光亮度上面 ，Honor 400 Pro 最高局部嘅螢幕峰值亮度係去到5000 nits 嘅，而 Poco F7 Ultra 喺成個螢幕嘅峰值亮度去到1800 nits， 局部螢幕最高光亮度去到3200 nits。Vivo V50 全螢幕最高光亮度係1300 nits， 而峰值亮度係去到4500 nits 嘅。最後 Samsung 嘅 A56 佢嘅峰值亮度全螢幕去到1300 nits， 而峰值亮度去到1900 nits。喺螢幕級數上面，實際上咧 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其實係會再貼近到佢哋自家頂級旗艦嘅水準，分別喺 Poco F7 Ultra 直接上埋 2K 嘅解像度啦 ，Honor 400 Pro 係去到1280×2800一個接近 2K 嘅解像度，而 Samsung 同埋 Vivo 就應用咗 1080p 全高清嘅螢幕。實際嘅體感上面，其實 Vivo V50、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佢哋嘅顏色顯示啦，同埋光線通透嘅感覺，其實同佢哋各自家旗艦嘅效果已經係好接近，或者直頭同一樣嘅水準。而 A56 始終亦都係價位係比較再經濟，咁佢同 S25 系列啦，喺我嘅目測肉眼觀察上面咧，佢嘅光亮度啦，同埋顏色嘅通透感上面係稍微冇 S25 咁做到極致嘅。但係日常應用拍翻去呢3部機4部一齊去比較啦，其實日常去睇下 WhatsApp、IG 或者 YouTube 呢類型，佢未至於去到一個決定性嘅因素。
好啦，咁有可能係決定性因素嘅係相機部分。咁 Honor 400 Pro 就應用咗2億像素嘅主鏡頭，而 sensor size 亦都係去到1/1.14寸。咁呢個都去到超旗艦嘅級數。咁而佢嘅超廣角鏡係維持1200萬像素，而 Poco F7 Ultra 嘅主鏡頭係5000萬像素啦，1/1.56寸主流旗艦嘅 sensor size。超廣角鏡係去到3200萬像素，1/3.42寸嘅。好啦 ，Vivo V50 嘅主鏡頭都係5000萬像素，1/1.56寸主流旗艦機嘅 sensor size。超廣角鏡係做到一樣5000萬像素，而佢嘅 sensor size 亦都比較大，去到1/2.76寸嘅。而 Samsung 嘅 A56 佢嘅主鏡頭都係去到5000萬像素，1/1.56寸主流旗艦機嘅大 sensor 尺寸。超廣角鏡方面係1200萬像素，1/3.06寸嘅。咁主鏡頭喺1200萬像素輸出之下，特別喺日頭光源充足嘅時候，其實佢哋嘅動態範圍 HDR 嘅運算或者真係仔細度、銳利度啦、放大好高倍數放大睇，其實都係好接近，所以我哋日拍呢度唔嘥好多時間嘅篇幅。反而呢個應用 200MP 高解像度嘅2億像素全像素輸出模式，其實我自己咧係亦都會建議你哋，如果係入手咗 Honor 400 Pro 嘅話，可以直接將呢個高解像度模式擺去主界面嘅。咁樣你一開相機，其實好簡單就可以入到去1200萬像素同埋2億像素之間嘅分別，咁係極之明顯嘅。好啦，咁比較翻另外呢3部機嘅5000萬像素，佢哋嘅分別又有冇呢？仍然係有嘅。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呢個2億像素嘅1/1.14寸 sensor 係的確有真實力。咁 Honor 都即係冇係用個數字取巧，咁實際上係一個有效嘅2億像素。高解像度就可以後製嘅時間可以再高倍數放大，再好似多咗一張相重新 reframing， 或者睇翻一啲當時未必有留意到嘅細節，而你後期可以咁樣放大去睇，亦都係一個實用嘅用途嚟嘅。Anyway, Poco F7 Ultra 都有一個特別功能，佢嘅遠焦鏡頭係做到浮動對焦，其實係似翻小米自家旗艦機嘅遠焦鏡頭，做到最近10cm 嘅對焦距離，咁就做到一個60mm 啦長焦微距嘅效果，都係呢4部機入面唯一做到嘅。好啦，主鏡頭嘅夜拍效果都係有住一啲值得我哋睇一睇嘅分別，主要係色調啦，同埋其實喺細節上面都係有住可以睇得出嘅分別。好啦 ，Vivo 嘅成像喺夜景咧，其實佢係有比較偏冷色調同埋比較大嘅對比度，會睇到啦，佢嘅暗位係比較暗啦。其實喺某一啲場景夜景咁樣，佢係好睇嘅。而佢嘅高光穿透力上面係做得相對比較好，佢嘅 HDR 係積極，但係高光極高光位咧，其實佢保留到比較好嘅穿透。Poco F7 Ultra 嘅夜景就一部分場景會稍微偏暖偏紅嘅效果，而細節亦都大致其實同 Vivo V50 或者 Samsung 嘅 A56大致一樣。而高光嘅控制，其實佢嘅運算都係屬於嗰種係保留到高光穿透嘅效果。好啦 ，Samsung 嘅夜景佢嘅 HDR 就會在最積極啊，其實佢嘅暗處係呢4部入面最積極拉到最光亮，咁成張相都會好均勻嘅曝光。咁好處就係佢張相極高光嘅位置都會壓翻嚟，就算新手去影相都係好難會過曝或者爆光。而但喺立體感上面，始終佢對比度就冇咁高啦。而佢嘅細節啦，同埋光亮度、銳利度啦，其實考慮到佢價位啦，都係咁，佢係可以跟貼到另外呢3部。而其實另外3部已經係接近到旗艦機嘅水準，或者直頭旗艦機嘅水準。咁所以 A56 嘅效果主鏡頭啦，其實同一個旗艦機嘅水準都唔會差太遠。而最後 Honor 400 Pro 嘅色調其實都係濃郁向嘅，而色調反而係最接近到現場實物嘅效果。佢冇特別變到偏冷或者偏暖，係還原得比較好嘅。而高光壓得亦都係最積極嘅其中一步，其實任何場景都係唔會爆光或者過曝，暗處亦都係有比較多嘅細節。而講到細節，反而呢度我哋睇一睇喺暗處嘅 noise control 嘅雜訊控制，同埋特別喺呢啲細節放大喺 Honor 400 Pro 上面，佢係明顯嘅比較銳利，同埋明顯係睇得多啲嘅細節。咁呢個1/1.14寸嘅大 sensor 喺低光上面就係有實際嘅幫助。
好啦，高倍數嘅變焦上面，今次 Honor 400 Pro 就用翻一個5000萬像素 1/2 寸嘅 sensor， 有3倍光學變焦，有光學防手震啦。Poco F7 Ultra 嘅遠焦鏡都係有5000萬像素 1/2.76 寸2.5倍光學變焦，都有呢個光學防手震。Samsung 嘅 A56佢第3個鏡頭係一個500萬像素超微距鏡，咁佢同 Vivo V50一樣，都冇一個實際嘅光學遠焦鏡頭。實際出嚟嘅效果啦，其實去到3倍嘅時間分別係有嘅，不過未至於去到好大嘅差距。而去到5倍嘅時間，其實越高倍數嘅變焦效果分別就會比較明顯嘅。都係 Poco 啦，同埋 Honor 嘅效果會明顯比較 sharp， 而佢哋兩部其實係比較接近。再去到10倍，其實 Poco 同埋 Honor 嘅水準都係好接近，冇一個好明顯嘅高低。而再去到20倍或者以上 ，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佢都有一個 AI Upscaling 嘅算法嘅介入，咁佢再將張相嘅鋭利度同埋 texture 細節會再提升。咁而實際出嚟嘅效果啦 ，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嘅遠焦能力其實係真係好接近。反而最後喺相機上面比較重要着墨喺人像模式上面啦 ，Honor 400 Pro 同埋 Vivo V50嘅人像模式功能性上面係稍微會比較多。咁 Honor 400 Pro 今次繼續有同 Harcourt Studio 嘅合作，咁佢喺人像模式入面就有 Harcourt Color 呢3個模式。Harcourt Vibrant 就會比較鮮豔啦，同埋影人像嘅時間膚色會比較討好嘅。而 Harcourt Color 就模仿翻復古大相機嘅質感向啦，而黑白相就係啦，都係一個質感向啦。Anyway， 今次新加嘅係 Film Simulation 嘅菲林模擬效果，咁喺呢度都加咗好幾個嘅菲林，其實就係可以喺同一個場景模仿到唔同嘅光線啦，或者顏色嘅運算。同一個場景你可以做到一個 dark tone 少少，又同一時間可以做到一個比較清新或者係開朗翻少少嘅顏色。好啦，類似嘅色調調校其實喺 Vivo 嘅人像模式，咁佢哋應該都係人像模式嘅表者啦。咁佢其實完全同翻呢個 Vivo X200旗艦系列一樣嘅所有 filter。甚至佢係再多咗嘅，因為今次呢個 V50佢係有 Aura Light， 依家見到呢個補光燈嘅效果，佢做到一個大範圍嘅補光，而佢係呢4部入面唯一咧係可以兼容到人像模式再加呢個補光燈。咁佢實際上喺低光拍攝或者喺大背光嘅時間其實係特別有用嘅，而佢喺光斑人像將高光嘅位置嘅運算，亦都係有同蔡司嘅合作，咁同 X200 Pro 一樣咯，成套嘅所有蔡司經典鏡頭嘅光斑效果係可以喺 V50嗰度出到，咁所以人像模式啦，或者係呢個散景嘅效果，加埋補光燈嘅效果，其實 Vivo V50就真係針對人像上面係有住佢個優勢。咁但係除咗呢啲係特別，但係日常未必每一個人每一日都會應用到，反而最貼地真係佢嘅邊緣運算啦，同埋人像模式嘅準確度。咁呢4部機其實今年嘅4000幾，甚至去到 A56呢個3000幾嘅水平都 impressive 嘅。咁多個品牌其實都有將呢啲比較先進嘅人像模式嘅算法、新嘅處理器啦，或者真係自家嘅 AI 算法上面嘅幫助，係有住一個好明顯嘅 step up。even 去到真係中階機 A56都係可以做到一個完全真係準確嘅邊緣運算。再去到2倍嘅時間，咁我企到距離個電話再遠嘅距離，佔畫面比例細嘅，其實都係做到 deliver 到同一個高水平嘅邊緣運算。咁講到呢個人像嘅邊緣運算上面，其實都4部機係有一個極高嘅水準。咁如果真係硬要分嘅話，我會形容 A56如果喺一啲極高倍數嘅放大，仍然喺啲頭髮絲啦，同埋喺個複雜嘅背景過渡之間咧，佢係冇做到 S25咁完全100% 嘅，完全好難揾到瑕疵個效果。佢幾乎去到旗艦級，反而都仲有一個值得去睇嘅分別，就係喺 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嘅遠焦鏡都可以做到人像模式。咁佢就可以做到一個壓縮比再大啦，即係去到 around 70mm 或75mm 咁樣嘅 range， 亦都會再提升咗佢低光嘅長焦人像嘅可用度。翻到嚟啦，最後我哋再試埋電池嘅續航力同埋 AI 功能同埋效能發揮嘅
咁首先喺 AI 功能上面，喺今年嘅 A 系列 Samsung 就冇完整全套 Galaxy AI 下放，咁但係佢都有局部嘅 AI 功能放咗落去，主要都係針對圖片編輯。咁首先呢個 Magic Eraser 佢係有嘅，可以放到落去。反而係呢個 Best Face 嘅功能，咁佢嘅應用咧，其實就可以將一張我影緊嘅相本身係合埋咗眼，佢可以幫我開翻眼嘅，就係應用翻 Motion Photo 啦。喺你撳快門影相嘅時間，其實佢就短暫咁記錄咗成個動作嘅畫面。咁然之後後製嘅時間就可以再揀翻一張冇眨眼啦，同埋表情做得相對最好嗰張相。而 Vivo V50 嘅 AI 功能佢都未係完整全套所有放晒，但係最重點嘅文章整合啊，或者係文章嘅文字生成呢類型嘅功能佢係有下放。圖片編輯啦，亦都係一個而家頂級嘅圖片編輯嘅 AI 放咗落去。咁而 AI 功能上面，如果你真係比較多用得着嘅話，咁 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佢係最齊同埋最多嘅。咁基本上就係 Honor 啦，同埋小米自家所有嘅 AI 功能最 top 最新嘅放晒落去嘅。特別喺 Honor 400 Pro 上面就有一個今次特別新增咗嘅將圖片變片嘅 AI 功能。咁佢其實就可以再配合翻，佢都係今次新加咗一個圖片嘅擴圖功能。然之後再用呢一個將圖變片嘅功能，其實就可以係啦，將一個窄視野嘅相變咗一個闊視野嘅片，咁相當之得意。咁但係呢個功能就未係完全嘅自由度啦，我哋都係未可以真係用一個 prompt 嘅形式，用指令叫佢生成佢做某一個動作，咁暫時未做到。同埋佢係有每日嘅限次數，每日有10次嘅免費應用。好啦，其他嘅 AI 功能，咁首先我哋都係去翻文章嘅整合摘要啦。喺 Poco F7 Ultra、Honor 400 Pro 同埋 Vivo V50，佢哋各自自家嘅 Note Tab 係有結合咗 AI 嘅整合摘要同埋文章文字嘅生成功能。反而 A56 嘅 Samsung Notes 喺呢度佢冇直接下放咗 AI Summary 嘅整合摘要，咁但係Gemini 啦，都係可以喺 A56 上面完整應用，喺香港用翻 VPN。咁喺 Gemini 嘅界面其實有加掣，我哋可以直接載入一個 PDF 嘅檔案。未有一個 PDF 嘅完整檔案，都可以將一段長文章嘅文字直接 highlight、copy and paste 咗上呢個版面，再叫佢幫我哋整合摘要，其實係可以嘅。文章嘅生成喺 A56 上面，我哋一樣用翻 Gemini 啦，其實咁就可以做到噶啦。而 Honor、Poco、Vivo 係啦，內建咗啦。咁當然 Gemini 喺另外呢3部上面都係可以應用得到。咁但係實際上佢係可以做到啲乜嘢？咁而家最新嘅 Gemini 2.5 Pro 版本都已經喺呢個 A56 上面安裝咗啦。Are there supermarkets in this building? Yes, there are a few supermarkets in the Nina Tower. There's a Welcome supermarket on the second floor of... What about the opening hours of it? Both the Welcome supermarket and the 7-Eleven are open from 7 a.m. to 11 p.m. 幫我問下公園嘅職員，如果我喺公園嘅門口想去而家畫面影緊嘅地方，用西班牙文。好的，我地問下公園開工作人員，用西班牙文問自然廣場開位置。Hola, ¿cómo puedo llegar a la Plaza de la Naturaleza desde la entrada？ 咁呢個 AI 而家嘅狀態都真係每次試新機佢都有啲新嘢走出嚟嘅。咁而家呢個狀態已經可以聽得明廣東話啦，佢會讀翻普通話嘅，而但係佢可以即時睇到嘢，結合聽覺視覺啦、online search 啦、Google Maps 成個 Google 生態啦。但係佢目前嘅 Gemini Live 佢可以連結到自家嘅 Google Apps 係有限嘅。咁例如呢個 Google Maps 啦，你唔可以直接喺 Live 嗰度即刻開個地圖出嚟。咁你又希望佢哋之後會更新。但係反而用翻全界面嘅操作咧，你就可以用一張自己用啱啱呢部機影嘅相啦。Do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building in the background with a glass facade? Right, are there any supermarkets near that building? OK， 佢就認咗嗰張相中間嘅玻璃幕牆大廈，然之後係可以直接揾到嗰度嘅超市，仲有埋 Google Maps 嘅。再進一步啦 ，Can you navigate me to the Welcome in Great George Street? Okay, I have navigation information for you to Welcome. 直接入埋導航。Can you suggest 5 movies that are on the cinema tonight? Here are 5 movies that are playing in cinemas in Hong Kong tonight. Alright, just go for Mission Impossible at 8:20. Do you think if there's any restaurants still open after that? Okay, since the movie ends around 11:10 p.m, here are some restaurants in Causeway Bay that stay open late, according... 好，呢個操作佢係認知到揀咗某一套戲，佢完嗰個時間計埋嗰個分鐘嘅時間，之後再揾翻 Google Maps 睇下邊啲餐廳喺過咗個時間之後仲有開。好啦，唯一係 Gemini 就一定要上網先用到啦，而另外喺 on device 嘅 AI 即時嘅翻譯，咁喺 Honor 同埋小米上面就可以做得到。
咁佢有一個即時嘅 interpreter 可以將廣東話啦或者有支援嘅語言翻譯到外語。咁呢個功能 Vivo V50 同埋 A56就冇內建嘅，可能要下載第三方 Apps 或者直接上網用翻 Google Translate。反而係打電話嘅即時語音翻譯都喺 Poco F7 Ultra 上面同埋 Honor 400 Pro 上面係有內建嘅。而 F7 Ultra Poco 係有再支援到更加廣泛嘅語言，當中包括廣東話。而 Honor 400 Pro 咧，佢暫時係啱啱新出嘅功能，佢做到類似嘅廣電話翻譯，不過支援嘅語言就相對係有限嘅幾個主流語言。而佢嘅中文係普通話，暫時未有廣東話。仲有將錄音變文字再做整合摘要啦，都係喺 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上面有內建。而佢哋都係有支援廣東話嘅。咁我哋呢度試一條片，佢可以即刻出到咁呢個英文片啦，但係佢就即時可以出到一個 transcription 出嚟。咁廣東話、中文其實都一樣㗎啦。反而呢度 Honor 400 Pro 佢嘅 option 係會比較多，佢嘅 AI Minute 功能就有幾個 template 去揀，分門別類係有啲 topic sentence 同埋有翻呢個點列嘅呈現。咁佢相對就會係比較容易睇同埋方便睇。而仲有一個 AI 功能都係應該你哋比較多機會用到，係圖片編輯嘅。咁喺 A56 上面嘅圖片編輯，佢稍微同 S25 可以選擇連網嘅操作係有稍微嘅唔同，而出咗嚟嘅效果亦都的確係未去到 S25 同級嘅效果啦。咁但係 Google Photo 啦一樣都係喺 A56 上面有內建，亦都係用到全套嘅功能。入面嘅 Magic Editor 功能其實咧就有接近到 S25 嘅水準，佢可以用到連網嘅 AI， 然之後生成出嚟嘅 texture 其實係可以做到接近 S25 嘅效果。都係啦，喺呢4部機入面比較，佢反而仲會有一個相對係比較高嘅水準添嘅。好啦，呢組嘅測試我哋唔係第一次用啦，但係都挑戰佢極限嘅，因為呢個 texture 真係比較複雜，而佢真係有少少出錯，我哋都容易睇得到嘅。咁佢哋4部機 run 翻出嚟 A56 用翻 Google Photo 之後，佢嘅可信性反而係名列前茅嘅。最後睇多一組嘅呢個都直接挑戰佢極限，因為喺我身嘅左右後面都係好多嘅行人啦，咁亦都係好難避免嘅。咁而佢真係將佢移除 Google Photo 嘅效果，其實佢反而咧仲會比起 Poco F7 Ultra 嘅效果再好一啲啦。咁呢3部機上面其實佢嘅質感嘅可信性，甚至佢變成最有實力嘅其中一個。咁當然呢4部機其實都可以用 Google Photos。而最後喺圖片編輯上面，亦都值得一提啦。喺 Honor 400 Pro 同埋 Poco F7 Ultra 上面就有內建咗圖片擴圖嘅功能。比較一下啦，呢兩部機將同一張相去擴圖嘅時候，效果邊部好啲啦？好啦，我哋直奔主題啦，都係直接挑戰極限啦。咁呢張其實都 cut 咗1/4個身，一邊膊頭啊，同埋眼鏡邊個位差啲 cut 到啊。咁出咗嚟嘅效果，成個人嘅比例 Honor 400 Pro 係可信度相對比較高，而佢側邊嘅花草細節都係可信度稍微比較高。咁兩組機其實兩組相我都係 ran 咗3至到5次，攞最好嘅效果嘅，咁都公平。咁而夜景呢一張咧，其實亦都係睇到佢個身嘅邊緣位置啦，同埋插袋嗰隻手嘅 texture 都喺 Honor 400 Pro 上面稍微係會比較優勝。OK， 最後效能同埋電池續航力上面，咁今次喺處理器上面 Poco F7 Ultra 就直接上咗當代旗艦 S8 Elite 啦，而喺 Honor 400 Pro 上面就有應用 Snapdragon 8 Gen 3上一代嘅旗艦機處理器，而 Vivo V50 就用翻 Snapdragon 7 Gen 3一個 4nm 嘅工藝製程，咁佢就一個標準嘅中階機處理器嘅。而最後 Samsung 嘅 A56 就應用翻 Samsung 自家嘅 Exynos 1580處理器，佢都係 4nm 相對先進嘅處理器。咁佢實際嘅效能測試，咁首先係峰值嘅 CPU 效能輸出上面，我哋有 Geekbench 6。冇懸念啦，咁 Poco F7 Ultra 就係有而家當代頂級旗艦機個水準，而佢大概比 Honor 400 Pro 係超前咗大概40% 嘅，而 Honor 400 Pro 本身就同 exactly 係上一代 Honor Magic 6 Pro 嘅 Snapdragon 8 Gen 3一代嘅效果，而佢其實對比 Samsung 嘅 A56 強咗大概60%，咁而佢其實本身又會比 V50 係稍微好一啲。咁而重度打機上面，咁當然啦，越新同埋越高級別嘅處理器就會越強勁㗎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都做翻循例一個測試，係 3D Mark Wild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呢個20分鐘嘅壓力測試。咁 Poco F7 Ultra 嘅頂級處理器就得到咗完整嘅效能釋放嘅，咁而 Honor 400 Pro 都係有一個完整嘅 S8 Gen 3嘅效能釋放，而 Vivo V50 啦同 A56 就係一個中階機嘅定位。反而喺效能嘅穩定度同埋持續輸出上面，咁當然啦，通常都係一個中階處理器，佢嘅穩定度會比較高。但係今次 Honor 400 Pro 佢嘅穩定度做到接近100% 嘅，咁亦即係代表佢液體散熱系統係完全做到功課啦。而 Poco F7 Ultra 反而喺呢度就稍微有啲遜色，但係我哋再睇翻，其實就算係有呢個降頻降溫嘅時間，佢嘅效能仍然已經高過咗 Honor 400 Pro S8 Gen 3處理器啦，峰值嘅效能輸出。
好啦，反而喺實際嘅應用上面，咁呢4部機嘅流暢度、靈敏度其實就冇咗一個明顯嘅分別，甚至去到打機，其實 Vivo V50同埋 A56亦都係可以用到中甚至去到中高嘅畫質去玩到一啲遊戲大作，係玩到 Genshin Impact 嘅。咁分別喺邊度呢？就係如果你真係有個極致嘅追求 S8 Gen 3就可以用到最高畫質啦，一個好穩定嘅60 FPS 嘅表現。而喺 Poco F7 Ultra 上面最新處理器，你追求到 2K 解像度，或者喺某啲遊戲有支援嘅話，要去到120 FPS 嘅高刷新率嘅話，咁佢喺呢方面仲係有個優勢。而最後電池續航力，咁今次 Honor 400 Pro 同埋 Vivo V50就有大電6000 mAh 嘅。喺 Honor 400 Pro 上面特別上埋100W 嘅快速有線叉電 ，Vivo V50 都上到90W 嘅。而 Poco F7 Ultra 就有5300 mAh 嘅電池，而佢叉電速度去到120W。最後 Samsung 嘅 A56佢就應用5000 mAh 嘅電池，叉電速度就用翻45W，咁都係一個安全同埋保守嘅設定。好啦，總結，咁今次呢個比拼就唔可以話係一個完全對等啦，或者同價位嘅測試。咁主要係 A56，佢到3000幾蚊，佢價位會再經濟一啲。咁佢主要 offer 到我哋就係呢個價位，但係 offer 到一個好似旗艦機一樣好硬淨同埋紮實嘅感覺，而佢金屬邊框亦都係做到再仔細細緻，有啲拉絲紋嘅設計。咁佢嘅硬件未去到極致啦，但係主相機鏡頭嘅可用度亦都係去到一個接近旗艦機或者係一個極高嘅可用水平。AI 功能就冇全套嘅 Galaxy AI， 但係都用翻 Google Gemini 都可以好大程度咁補完到好多嘅 AI 功能，甚至係更多嘅。而佢嘅 One UI 7系統、Samsung 嘅軟件更新同埋安全性，亦都有機會係你考慮入手嘅原因。佢係可以做到6年嘅安全升級同埋6代嘅 Android 系統升級嘅。但係喺系統更新承諾年期呢個優勢上面，近呢幾年係有縮窄嘅趨勢，4000幾蚊嘅選擇啦。Honor 400 Pro 佢都做到6年6代嘅 Android 系統升級，而佢嘅2億像素主鏡頭有真實力，遠焦效果亦都係呢4部入面同 Poco F7 Ultra 一樣係最好嘅。重視影相同埋 AI 功能，有一定程度嘅打機，但係打機唔係你嘅首要條件嘅話，咁 Honor 400 Pro 會係你嘅選擇嘅。好啦 ，Poco F7 Ultra 佢就承諾咗4年嘅 Android 系統升級同埋6年嘅安全升級。反而呢部機就係效能先決，打機先決嘅話，就應該係入手呢一部嘅。咁佢效能啦就會係最出色，而佢嘅相機遠焦效果其實同 Honor 400 Pro 接近，而但係主鏡頭啦，咁 Honor 400 Pro 係有佢嘅優勢。AI 功能佢亦都完善。最後 Vivo V50 就反而喺佢自己嘅領域有佢嘅存在空間嘅。咁佢嘅人像模式功能會係最多，同埋柔膚美顏效果會係做到旗艦機個水準，即係 Vivo 旗艦機個水準啦。同埋佢嘅 Aura Light 嘅系統係可以兼容到人像模式。咁如果你係真係比較多自拍人像去旅行嘅時候影相，或者幫係對方影相嘅時間，咁呢部機喺影人像上面係會特別出色嘅。好啦，呢個應該都係2025嘅4000幾或者係 even 3000幾啦嘅一個性價比或者旗艦殺手嘅對決嘅上集。咁嚟緊我哋都會再嘗試一下，真係有翻一個3000幾蚊對翻 A56都公平少少啦嘅對決，同埋或者4000幾蚊亦都嚟緊有冇機會再有 Samsung 嘅 FE 系列，今年未有消息發布啦。今年我哋亦都密切留意睇下有冇一啲新機嘅發布。拍完你聽到我講下次再見，你即刻出嚟喵喵怪啊！